各位，新加坡是真让这些世界各地的网友啊给这个嘲讽破防了。这个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啊，最近一段时间是连篇累牍的阴阳怪气的刊登反华的文章，这不是又来了。这一次呢，是新加坡的海峡时报的资深记者陈丹薇啊，阴阳怪气的又发表了一番评论啊，说呀，中国羡慕新加坡的成功、社会秩序、效率与治理。你说这些东西，你跟中国，这不是鲁班门前卖那个卖的刀卖大斧吗？关公门前卖大刀，鲁班门前卖大斧是吧？你说成功、社会秩序、效率与治理，哪一个你能赶上中国呀？啊，说称中国对新加坡怀有矛盾的心态，既羡慕新加坡的成功啊，社会秩序、效率与治理，又难以坦然承认的拧巴心态。不是那意思，这个中国赶不上新加坡呗，这些方面啊。有人说这个傅首尔面相，那果然啊，那一点都没说错，对吧？说中国羡慕新加坡成功又多金啊，说新加坡那多金能多到哪儿去啊？哎呀，这个陈丹薇这个心态还留在过去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吧，对吧？啊，他呢最后一句话说的才是真心了，说中国觉得新加坡太小太弱。有网友就评论了，说陈丹薇啊，你这辈子没有开车上过高速吧？新加坡太小，没有用不着高速，一上就到头了，对吧？啊，好吧，新加坡的这种阴阳怪气啊，中国网友啊，那肯定要进行反击嘛。啊，印度化的新加坡是连续的被中国网友给嘲讽破防啊。哎呀，最近新加坡的热点也是越来越热啊！本来相亲阿妈的情书后，我就觉得差不多说够了啊，新加坡当局也应该能够收收味儿。结果新加坡直接反手就是一顶境外势力的帽子，给我们中国自媒体人扣了过来，说什么我们煽动新加坡内部矛盾，说我们歧视新加坡的印度人，丑化新加坡形象啊！我也成了境外势力，这是大姑娘上花轿啊！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在前不久，新加坡警方和内政部联名甩出一份文告，引用网络犯罪危害法令，勒令油管、Facebook、X 3家平台24小时内给新加坡用户屏蔽14条针对印度裔社群的贴文和视频，因为这些都是造谣、恶意剪辑，这些印度人街头内容用咖喱味浓度、被占领这些词汇，专挑周末时印度人潮拥挤的画面、排灯节的人群镜头剪在一起，配文字说新加坡快被印度人淹没了，本质上是在制造族群对立，危害新加坡国家安全。听着好像真是我们自媒体人夸大事实的错是吧？那你去看看相关新闻的评论区，大量的新加坡网民在不同的群组留言，人家本地人聪明啊，指责新加坡当局，也就是人民行动党混淆视听，企图以打击种族主义为名，粗暴掩盖政府放任大量印度移民融入的错误政策。新加坡网民还是聪明，知道的是新加坡政府故意浑水呢。于是这些新加坡人据理力争，表示他们懂得分辨本地印裔与外来印度人，他们视本地印族为国家一份子，绝对没有丝毫的歧视。但今年随着大批印度籍移民进入新加坡，与当地人争夺就业市场，同时带来各种社会治安、交通、医疗与卫生等问题。这些问题是需要新加坡当局去面对且解决的，不是把屎盆子扣在中国乐事人头上就能糊弄过去的。全世界老百姓一个样子的，看数据不如看感受。每天出门看到比以前多那么多的印度人，难道是境外势力扮演呢？还有，你学什么不好？你学老中的丢锅，这不更作死了？天价华人是意义价吗？还是说为现实问题？本来全球经济就开始承压了，新加坡把大量就业外包给印度劳工，这变相的就挤压了相当一部分本地就业者啊，然后轻飘飘的给予去境外势力煽动，就直接甩锅给中国自媒体，意思就是
新加坡人没意见，都是隔壁那帮中国乐子人用夸张的说法把焦虑灌进了新加坡老百姓脑子里的。中国自媒体人，尤其是那个树根龙门阵，太坏了，太坏了，都怪他。我还是那句话，我树根要是真有这个本事啊，我早就去新加坡加冕称王了，顺便把海南鸡饭定为新加坡国宴，完全是放臭屁嘛，关我们什么事儿？现在全球都在讨论印度移民冲击问题，都快成世界共识问题了，你还搁这中国自媒体造谣呢？那么新加坡印度化的程度到底严重不严重呢？我们来看数据。新加坡2025年最新人口简报，华人占 75.5%， 印度裔 7.6%， 数字看着稳如老狗，对吧？但你去看新加坡的就业准证，也就是一批持有者比例，印度籍人士占比已经冲到了 31.2%， 也就是说每3个外籍高级从业者里就有1个是印度人。再看永居居留权审批，同等学历同等薪资，印度申请人平均 2.5， 批文通过率 68.3%， 华人申请人平均要等 5.8 年，通过率不到40%，这就是典型的数据骗人，但现实不会骗人。新加坡总人口600多万，但外来劳工是不计入所谓的人口比例，现在印度籍劳工已经是100万人口，且还在增加，保守估计真正的总人口印度比例应该在 18% 左右。如果这都不算严重，我只能祝福，继续啊老铁。那为什么是印度？这就要回到21年前命运埋下了惊雷。2005年新加坡与印度签署了新印全面经济合作协议CECA， 其中一项协议就是简化特定领域专业人士的签证办理流程，让彼此的高端人才往来更加便捷。这不就撞枪口上了吗？人家印度人做学历造假那是天赋技能，再加上距离上坐个船也就到了，不费事儿，经济又实惠，一家老小带着锅碗瓢盆就出发了。那新加坡为啥非要选印度来引进，不是跟进的马来西亚或者越南、缅甸、泰国等国家呢？这就要结合相当的知识与新加坡当局的实际需要了。首先，新加坡这些年最大的家底就是中美之间左右逢源的中间人位置啊，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两头吃红利。但中间人这个生意最怕就是一头变得太轻。新加坡华人占75%，中国一旦实力接近或超过美国，本体主体民族天生就会产生亲近感，这玩意儿不是嘴上说没有就没有的，这是文化重力，是天然归属感。于是新加坡的应对方案就是不能让华人对中国有太多感情，所以新加坡疯狂的推行英文教育和多元文化，但中国发展的速度还是太快了，以至于从中国移民到新加坡的新移民无法完全去掉中国属性。本来移民新加坡的很多就是觉得新加坡发达才去的，结果这几年中国的各方面实力越来越强，新加坡的华人就更傻，既然可以从中国人变成新加坡人，那么从新加坡人变成中国人也没有什么心理压力啊。华人想恢复国籍不难的，只要你有亲属在国内且无犯罪证明就行，想要两头吃的哪个外国人身份也行啊。大家不用情绪激动的去谴责这些跳来跳去的人。这些年随着全球老龄化的人口加速，抢人、抢人才、抢年轻的人才已经是全球共识了。当然那种这一阵作风的天天谎话的，在海外各种抹黑造谣我们的肯定是不能要的，所以我一直强调要严查严刑，尤其是那种吃着国内红利还要骂粮的。当然新加坡除了刚刚提到的华人横跳的问题，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地方，那就是他对华人的吸引力在下降。以前华人去新加坡打工看中的就是华人社会与高收入，但是这几年全球都在抢人才，新加坡移民中介明显争不过人家美加澳新中介、日韩中介啊！中国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移民中介也内卷。新加坡虽然富裕，但外宣经费不可能比得上日本外务省，而年轻人文化上更是没有办法与韩国的流行文化对抗。然后人家澳洲、新西兰、美国、加拿大，人家那描绘的国外是什么？送外卖1天500美元，开滴滴1天500美元，通下热感一次1000美元。而且人家这些西方中介口中的国外物价，牛肉、牛奶、鸡蛋便宜到爆炸，1美元炸鸡更是畅吃。新加坡呢，一份鸡饭都要卖100多人民币。房子又小又贵，工作强度又累又卷，与此同时还要面临同样的华人城市竞争，香港、台北、澳门、上海、杭州、深圳、吉隆坡等等等等啊，并且要做 AI 智能先进科技研发的只有中美可选啊。那么在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如果引进马来人，人家马来人当年就把李光耀赶出去了，说白了人家要在马来西亚当大爷，根本不带你家玩，这个历史大家可以去查查。而泰国、越南还有缅甸都是有大民族主义存在的，人家祖上或多或少都扩过，当年新加坡还去缅甸取经学习呢。大泰族主义、大缅族主义，各顶各的极端啊。至于越南，哎呦，还有高手，这位更是当年横推东南亚半岛，差点就完成了历史伟业的存在，好在神秘力量打乱了他的霸权行为。那这个时候新加坡没办法呀，只能把目光放在表面上性格阳光开朗的大男孩印度和孟加拉身上了。逻辑听起来很顺，新加坡的算盘也打了啪啪响。第一次我吃上了中国发展的红利，这一次我又可以吃印度发展的红利，美滋滋啊！但问题是，这是他选择的对象。
中国人一直是与人和善，你别来欺负我就行。但印度人可不是善茬，过去几十年，印度在地缘上的扩张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从巴基斯坦孟加拉再到西京、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印度人是把整个南亚幼儿园打了一遍。要不是有神秘力量的话，巴基斯坦估计要被打崩，分裂成更多散碎国家。这种极具侵略性的性格是不能被忽视的。不要听某些公知说印度人平和就相信了，那是人家对自己组织婆罗门平和，可不是对外国人平和的。所以新加坡只想要人才红利的想法实在是过于幼稚。印度移民在全球都是出了名的骚操作，印度人先是一人扎根，然后担保配偶子女，亲朋好友陆续跟进，几十年积累下来规模惊人。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这2年关于印度裔社群的舆论摩擦一波接一波，新加坡居然是全球第一个公开站出来说不准仇视印度的国家，逆全球潮流而动。这份勇气真的值得载入史册啊！而且新加坡还在天真的幻想落地生根，真的幼稚到我就想笑。我今天就讲一句话，这句话我不跟任何人辩论啊，100%真理，那就是国族认同是通过血铁火淬炼出来的，是要牺牲很多人的先祖。不管内在的战争还是外部战争，当历史在残酷的选择中走向了一个文明，这个文明就成为了活下来的人的共识。美国人就是在法国人的帮助下打走了英国人，然后自己又完成了南北战争，于是美利坚民族可以说自己独立了。当一片土地上的人互相之间有着血谋，那么凝聚力与信仰就会异常坚固。我经常反复提起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也是因为这个道理。所以新加坡如果真的想构建国族认同，最应该做的就是抗日战争的宣传，以及对抗殖民者英国的宣传。但新加坡怎么做的？就在上周，依然是新加坡，依然是娃娃们的联合早报，居然登了一篇讲述日本厕所干净的古草文案，直接被新加坡网民喷死。哎呀呀，我都快被笑死了！这种公知文案在国内都没人敢发了。就冲这个，我都看不起新加坡媒体。当然，更多的骚操作还有，我上期说过，但没详细说，这次我补充一下。2025年8月，新加坡国务资政前总理李显龙跑到东京首相官邸，接受了天皇授予的旭日大寿章，这是日本授予外国人最高荣誉勋章。日本给出的理由是表彰李显龙20年总理任内为加强日本和新加坡之间的关系和促进友谊做出了重大贡献。李显龙在致谢词里说，新日合作建立在将复杂历史置于身后的决心上。这句话的含金量我只能说牛啊！注意这个时间点，2025年8月底，正是我们紧锣密鼓筹备抗日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我给新加坡讲讲抗日吧。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军占领期间展开了所谓的肃清行动，对当地华人群体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在后审讯提出的死亡人数大约在2.5万人到5万人之间。而李显龙的父亲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当年就是这场肃清的亲历者。李光耀这一代的新加坡人是在日本占领的血泪中活下来的，李显龙这一代转头跑去接受日本天皇授予的最高荣誉。我只能说，你还想构建国族认同，痴人说梦呢，小伙子啊！而现任总理黄训才更是高手。2025年10月19日，在彭博社新京津论坛上，黄训才不仅没有批评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反而公开支持日本是东南亚最信赖的伙伴，支持日本扩大在地区安全事务的影响力。最离谱的是，在谈到钓鱼岛问题时，黄训才直接用了日方单方面炮制了尖阁诸岛这个称呼，严格意义上这是非常不得体的行为。如果还有人觉得我做这些节目内容是破坏心中友谊，那我就继续嘛。2025年12月，黄训才接受加拿大电视台采访表态，芯片这条线一定配合管死，绝不让中国从新加坡多拿一片。到了2026年1月，他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又脱稿补充，出口芯片到任何中国，包括大陆、香港、澳门，都必须额外审查。如果觉得这些还不够，我再提一个东西，那就是新工部队，就是新加坡军队在台湾驻训了近50年，虽然没有正式对外宣布，但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今年1月说的是要全部撤离到澳洲，很多人说新加坡在两岸保持中立，我放你那狗臭屁！你咋不说把这3000人大部队放到我们大陆来训练呢？说白了，就是跟我们不是印度人啊！军队在那里受训，肯定会被当地影响啊！尼泊尔军官就必须在印度军队受训，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真的友好，我们陆军的水平全球领先啊！新加坡，你把部队弄过来呗，我们100%培养好，我们还教他唱歌呢。所以你看，这就是当下新加坡的困境，他必须对印度捧着，对日本递台阶，
对美国主动加码效忠，而对中国历史问题不提啊，经贸关系却又舍不得放。而一个国家如果在所有重大方向上都选择对别人好，却唯独对自己最大的文化母体若即若离，甚至刻意保持距离，这无非就是害怕被母体吸回去嘛。这也就解释了《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为什么让新加坡当局破防，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自媒体说新加坡印度化，新加坡也破防的原因了嘛。很简单，海外华人这些年开始寻根了。落地生根和寻根本质上是两种叙事在讲同一块地。新加坡的尴尬在于它的根这些年讲得越来越虚，既不敢大张旗鼓的讲抗日，反而还要给日本递台阶，讲来讲去讲到最后只能讲肉骨茶，但这玩意儿本身又不是新加坡特有的，而且过2年说不定改口讲咖喱饭的。其实南洋这片土地上华人的文化的根脉从来没有断过，断的只是新加坡官方不愿意承认。放眼整个大中华文明圈，我们会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文化向心力在悄悄回流。香港、澳门、台湾加上大陆内地嘛，大家在短视频影视作品上的沟通成本几乎为零，一个梗从 B 站到 X， 大陆、澳门、香港、马来西亚的华人都能接得住，这就是汉字密度打出来的文化优势。西方文化圈这些年是真的卷不动了，我已经很难回到当年喜欢看美国大片的感觉了。我最喜欢的美国电影无非就是变形金刚、环太平洋、哥斯拉、金刚、超级战舰，但现在美国人拍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啊？任你在豆瓣上怎么吹，说什么多元价值，什么人类之光，抱歉，我在电影院打瞌瞌睡呀。能不能开历史倒车，回到10年前的美国大片呢？这时候看看中国大陆，好作品虽然少，但明显能看到希望，而且人才越来越多。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流浪地球》、哪吒、阿妈的情书等等作品，他们都能快速的走进广大人民中间。那些看不起人民审美的小圈子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文化的崛起已经是必然的。再加上经济的繁荣带来的短视频内容爆发，导致新一代华人文化向心力越来越集中。最扯的是，很多华人嘴上说讨入大中华圈，但一直在中文平台上咔咔就是刷，嘴上都是哎呀中国不行啊，还是国外好，身体就是诚实的放不下中文社区的归属感。这就是现实。经济的发展带来物质的丰富，物质的丰富必然会带来极大的精神文明财富，同时科技的发展与工业结合造就了强大武力，于是东方聚拢从此开始发散影响力。而慕强从来都是人类的天性，这不是谁刻意输出的结果。强大的文明肯定会吞并改造弱小的文明，这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新加坡本来可以选择彻底拥抱英美，但又舍不得中美之间的平衡红利，一直在中美之间煽风点火，保持独特地位。结果万万没想到的是，中美都开始厌烦这种游戏，两个高富帅同时看穿了新加坡这个绿茶，于是新加坡羞愤之下转头看见了一个暴发户，而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年轻的新加坡不知道的是，拿了我大巴拉特的好处，就要变成我大巴拉特的形状哦。我是舒根，我们下期再见。我估计新加坡的这些媒体还在准备稿子吧，还在准备稿子，这个要跟中国进行这种对垒吧，不用中国政府出面啊，中国的官媒到现在都没说什么，你看了吗？中国的一些自媒体人就把新加坡给骂破防了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